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今天的课程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商城系统总后台的操作与使用。这一节呢，我们来讲一下整个系统设置的部分。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系统后台以后，我们上次有讲到概述跟这个新手向导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板块哈，整个系统的所有的 tab 以及标题以及相应的这个基本设置都在这个地方进行设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系统设置的部分。我们进来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平台这个按钮，点击完毕以后呢，它就会出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那这里的设置呢，会关乎到有一些，比如说商店的名称，这边指的商店是自营店的部分是系统本身自营的这个店家。那关于其他店家的设置跟管理，我们在其他章节会讲到。好，那么我们进来以后呢，大家可以要谨慎的去填写一些消息，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未来的其他系统板块也会调用到比如说商店的名称，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个商店名称设置为西非商城，那么商店的标题我们也叫西非商城，或者我们直接叫西非吧那么商店的描述西非假设我们写是新加坡唯一的多语商城，假设我们是这样来做这一个店家描述，这个店家描述后面会用到。那么关于这个商店的关键词，我们可以设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西非，这是我们的品牌嘛。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新加坡，我们也可以设商城直播美女不管它是什么美女。OK， 那这些关键词你可以去设置好。那各位，我们在设置这三个标题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一下老师在这个后面已经做了这个标注了这个标题的部分就是这个浏览器标题栏的这个 tab， 就是上面的这一个标签，看到了吗？好，上面这个标题，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好，那这三个设置完毕以后，好，那我们就开始要设国家、地区、省份以及一些所在区域那我们现在暂时假设以这个新加坡为主来做这样的一个设置。好，那当然这个详细地址也要填一下，比如说新加坡东区好了，然后国贸大厦好了，全球金融大厦，好，随便给它取个名字，是3楼，吉祥数字好，那第二个呢因为国内外的使用的这个客服方式会不一样这里我们暂时先以这个 QQ 为主那么它设置这个接口部分，那么我们可能会有客服，有 N 多个客服，对吧？假设我们现在有客服1，好，客服2，客服3，客服4，好，以此类推。好，那这个地方每一个名称的后面一定要加上一个竖杠就这个符号Shift 再加分号的这个符号，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号如果你实在打不出来那你可以用复制的OK， 那我现在暂时以客服1、2、3、4来作为这个简单的描述，那后面就是它的 QQ 号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客服1改成什么？改成技术财务招商中心等等之类，这个名字你自己去取那这个是关于这个 QQ 号的这个部分的设置。我们把这边 copy 一下那么也可以使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淘宝旺旺也可以以它来作为一个客服，那填写方式跟格式也是一样的好，来，我下面再看一下那客服邮件就填上你自己的 email 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这边的 email 是123456789 那么可能我们叫西非吧，西非.com 好吧就叫它西非.com，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填写上你的客服电话，因为到时候在前台要显示的
它是会显示出来的。那么这个功能再往下看的这个标签功能呢，它指的是暂时关闭网站。那当然你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点是啊，是就等于它关闭了啊，这边已经有做了一个标注哈。好，那我们现在是否？那当我们关闭的时候，那么你肯定有一个关闭网店的原因嘛，比如说目前正在系统升级维护中，好不好？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理由 ，OK。好，那这样的话，你只要关闭网站，那么所有人访问你的系统或者 App 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这一行字了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ogo 的部分，每个店家我们要有个 logo 哈 ，logo 部分就通过这个地方来上传啊。然后这边有尺寸大小，特别注意哈，我们建议的尺寸是159乘以100分辨率哈，像素 OK。再来，这是用户中心的一个公告啊，这是商店的一个公告。基本上设置的部分就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如果你关闭注册的话，那么所有的前台会员就没有办法进行注册，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个 QR code 的分享，都没有办法哈。那么发货日期起可退换时间，这边你可以设置一下，现在标准大概都是在15天到30天左右，我们暂时把它设定15天。好，那我们检查一遍哈，老师说过这个设置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好，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这个检查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来点击确认提交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平台设置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啊，这是信息的部分。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设置的部分。基本设置部分的这个默认语言呢，商店系统现在目前使用的是简体中文，那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其他的这个语言。好，那如果你决定要用其他语言的时候，一定要请技术人员在你的系统的这个语言文件里面去检查是不是都翻译到位了。如果是，你就可以选择使用，好，就可以选择使用。好，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加坡，所以这个部分是用不到的，我们可以暂时忽略不计哈。好啦，那你每一个系统我们都会有积分，那积分有2种积分方式。一种积分方式指的是可消费的积分，也就是说这个消费的积分是可以当成钱来使用的啊，这是积分的部分啊。那你可以为你的消费积分去取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叫做西非币好了，或是我们叫西非积分好了，假设啊，好，那这个部分在所有的消费积分里面，它就变成一个名字叫做西非币啊，这样的一个平台使用名称。好，再往下。这边有一个积分换算比例哈，请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边积分换算的比例在后面有备注哈，也就是每100个积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西非币哈，每100个西非币可以抵扣多少钱？1块钱，那就是只有1%哦，只有1%哦，不要忘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设置为1:1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填写100。反过来。积分的支付比例，每个商品每100块钱的商品最多可以使用多少积分？好，那当然，如果你是1:1都可以使用，那就设100啊，就设成100。好，那这个部分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哈。再来，你可以为所有的用户评论进行审核，那这个审核的部分就需要在这里开启需要审核。那这样的话，每一个用户消费者。他在评论每一个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你审核，那么前台才看得到。那如果说我们平台的一些管理得当没有一些不良言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关闭。这样的话，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用户，他在做商品评论的时候是不需要经过审核的，是不需要经过审核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统计代码的部分。基本上统计代码它有一些专业机构的统计机构比如说百度统计。或者是 Google 的统计接口或者是亚马逊的统计接口，或者是 Facebook 的这个统计接口，我们可以去申请完毕以后，它会提供给你一串的这个代码，我们可以将那一串代码呢放到我们这个统计代码里面来。这样的话，所有来访问我们服务器的所有的消费者，他的所有的使用习惯，他的区域的访问习惯等等之类的，或者是终端的使用状态。我们就可以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所提供的数据给到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系统有多少人来访问，
访问的类型、访问的对象都分别是哪一些，可以便于让我们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目前的这个平台的经营情况。好，接着我们再往下来谈。那么这边有一个缓存的存活时间，标准是3600秒哈。那这个缓存时间指的是前台在访问以后，我们保留在它浏览器本地的这个缓存的存活时间。这里是以秒为单位哈，老师这边在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已经有标注了哈，这个是以秒为单位。好，再来我们往下看，会员注册赠送积分，这个就是字面意义哈，就是我注册了，你送我多少钱，多少积分，这个积分指的是这个西非币啊，消费积分。OK， 好，那这个是技术的部分，我就不讲解了哈。再往下，排行的统计时间是可以有所有的，或者是1年、半年、3个月、1个月都可以。也就是说你可以摆这个相关的存留的统计数据存活的时间是多少，以什么为单位来进行统计，这个后面你会看到的啊。再来默认时区，目前我们在新加坡，那我们就选择格林威治时间的+8啊。那么这里有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啊，以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区。再来附件的上传大小，基本上因为现在的商品照片的这个像素画素都比较高，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开放到4MB视照的部分让大家能够大一点的来上传。如果你限制它太小的话，可能我们一般正常拍出来的手机照片大部分都在2兆到4兆了，那它这上传还要再转换格式，就挺麻烦的，好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整套系统它本身是有命令行的调用计划任务的，这个后面我会做专门的讲解啊。那这边正常来讲，一般都是打开的哈，一般都打开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站点访问统计，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统计代码，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把它关闭掉。等你有了统计代码以后，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来，下面这个呢是指的是不是要自动发送邮件一般你看我们在一些比较标准的平台上去使用服务的时候，或者购物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收到一些系统自动发出来的这个邮件。那这些 email 呢，就是由系统自动来发的这个后面也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跟大家讲解。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 mail server 没有设置以前，也建议先暂时关闭。包含这个邮件认证这个留言板你可以打开让别人来留言。那等一下也会看到说它这个是在哪个板块上会看到这个后面也会来讲。好，再来就是订单的轮播显示，包含这个关于虚拟参团人数的部分你这个都是字面意义，全部都是字面意义。好，当我们设置完毕了，我们就点击确认。这样的话，我们的刚才所设置的这个板块基本设置也就设置完毕了设置完毕以后它就正常的提交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进行记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显示的部分这个显示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些关键词的搜索，这个是为了要便于我们来比较一下来，大家看到这里没有？这就是搜索的时候可以便于它搜索。比如说我搜内衣，它不用再去打内衣2个字，它直接只要点击一下，它就跑出所有的内衣来了。是一个快捷的搜索方式，这样大家能理解好，我们再回到显示后台来。那时间格式这大家应该都明白，我就不再做讲解。再来就是货币的格式，你只需要修改这个地方，这是新加坡币的一个标识。再来就是缩略图的宽高，销售排行的数量，包含一些浏览历史的数量，这些都按照字面意义来就可以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老师写 mail， 老师会专门的在这个板块上来跟你做讲解。好，我们现在要看最底下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很关键有没有看到这个帮助文章的部分？这边有很多以这个逗号分开了这里特别关注一下，这个逗号一定不能是全角逗号，一定是半角逗号，就是英文符号的这个逗号。
那么这边的文章11、12、13、14、15、16、17、21、22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当我的会员他需要有一些被帮助的文件，他想找到一些文章，想找到一些帮助文章的时候，你可以将我们在文章系统里面所发布的那个章节的编号填在这个地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会员就能够快速的去找到这一些会员帮助文章。这等一下我们在下几个的这个章节里面也会提到，就关于这个文章系统的调用与使用的部分也会提到。那么下面的这个入驻首页底部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哈，1、2、3是代表什么？代表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第三篇文章、第四篇文章，也就是文章的 ID 号了，我们俗称叫编号。好，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没有问题，我们就点击确定提交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这个购物流程的部分哈。这个购物流程的部分指的是当我们的消费者以及我们的会员在我们系统上开始购物的过程，他所需要设置的一些流程啊。比如说第一个，购物车点击确定以后提示什么呢？它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直接进入到购物车里面去，就我买的商品我点击确定了，我就跳到购物车去。另外一种是我不提示，直接停留在当前页面，就我购物的这个页面比如说我现在买一个电磁炉好了，那我点击立即购买，它的另外一个状态是直接跳到购物车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跳的方式是我直接保留在这个原地不动那么有一个提示这样子，看到了吗 ？OK， 好，再来看一下。能不能开发票，这个也都是字面的意义能不能使用积分，能不能使用红包，能不能使用余额等等，这些都是字面意义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那么最小的购物金额，如果你设成0，那它就是不限制说我买1毛钱的东西，我也可以来走这个流程来进行购物OK。那么再来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做是否一步购物是的话，那它购物就可以一次性的怎么样，直接提交订单了。如果不是，那就要走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相应的购物车流程以及选择流程。好，再往下，因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发票类型跟税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填写一些税率的种类。比如说我们现在来作为一个比喻我们填了一个营业税，那税率是假设是3那这是3% 的意思好，那我就添加一个。那比如说这个土匪税老师开个玩笑叫土匪税，好吧，土匪税要抢多少？要抢15假设那么在前台他在购物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税率的这个数值的计算那公式就在这里OK。 好，那么下面这边对于系统本身的一个设置它有一个减少库存的时机是什么时候？你可以设置为发货的时候再去减少你的库存，或者是下订单的时候去减少库存，或者是已经付款的时候去减少库存。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实际的按照发货的时候来减少库存会比较恰当，就是表示我实际上我的货物还在库存当中，那我就把它保留下来这种方法是可以的那下 order 的时候是不是发给客服发邮件？你可以选择是，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 mail 的 server 没有设置，还没有搭建，所以我们到时候先选择为否吧到时候可以去打开。还有是不是可以使用储值卡增加销量的时机，一般正常就是付款我就增加销量了，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写成发货的时候。好，最后一个这个比较需要关注一下这个部分指的是所有的退换激活的一个设置，就是当我的消费者我的会员他退货的时候被打回去了，那么他重新激活的次数你这边可以设置为几次，也就是说他可以重复几次来进行这个退货申请，标准大概默认都是2次了各大平台基本上也是2次。然后再有疑义的话，就会由专业的客服人员去介入处理这些事务。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系统的 WAP 部分，这指的是我们手机的页面版本啊。假设我们现在进到这个 WAP 版本里面来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版本哈，啊，这个叫 WAP 啊，这叫手机终端的一个页面啊。那这里的设置呢，无非就是几个东西哈，一个是 logo 的部分，分享 logo 的部分啊。那么开启 APP 广告栏，假设我们开启了啊，它就会跳出来一个让你去下载的 APP 的一个栏目。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要把地址填进去，它才有办法让你看到，它才可以让你看到 OK。好，有没有看到这边有立即下载了？好，定位的部分，现在目前我们暂时设定的是新加坡的东北区、东南区、西北区、西南区、中区。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设置部分，可以通过后台跟代码去实现登记，可以扩展更多的这个定位区域啊，可以这样做。好，我们再回到这个部分来。好，那么再来看一下扩展的信息哈。扩展信息的部分很重要哦，各位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哈。首先这里我们暂时用的这个对象储存哈，这个是用的这个阿里云的 OSS 对象储存的储存筒来作为接口的设置。当然我们也可以请技术去改成亚马逊的这个接口啊，这个后续的使用再来做讲解。好，广告位的提示设置，好，这个网站的域名必须要把它填写好啊，否则我们可能系统的很多功能都没有办法去访问到这个指定的位置，就会相当危险啊，甚至有可能都会访问不了。好，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字面意思哈，就是当会员登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有2次的这个注册邮箱验证？如果是你就打开，不是先关闭。现在千万不能打开，因为现在我们的 Mail Server 还没有设置嘛。好，没有设置的前提下，如果打开，可能当我们的用户就收不到验证信。收不到验证信，他就没有办法登录了啊，这个要特别关注。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再往下看一下哈，这个部分会员账号的一个安全的验证级别，可以是邮箱认证，可以是手机。当然这里要特别讲一下，手机验证部分指的是短信验证哈 ，SMS 的验证。短信验证的部分是要有第三方专业的电信运营商，或者是短信的这个service provider 来作为接口合作，你才能够去有发短信的接口去发出短信，这个要特别关注。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去对接的啊？好，再往下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用优惠券？是，你就打开，不是就关闭。好，那么现在目前的定位地图，我们暂时使用的是这个腾讯地图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要去申请一个密钥。好，当然你也可以改成这个 Google Map 或改成什么啊？还有这个快递100，我们现在暂时做的这个 demo 的接口接的是中国的这个快递100的接口哈。那当然，如果我们在新加坡运营，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国家地区运营，我们就要跟当地的这个快递公司来取得联系，由他们来提供接口，我们可以再做2次接口的这个对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部分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让你提供这个二维码，那这个位置在哪里呢？这个位置在这个 Web 版本的右下角，我们来看一下哈，在 Web 版本的右下角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那之前有老师在问老师，有人在问老师说，老师我下面这个字能不能可以改哈？这个后面在那个库管理代码修改的部分也会来跟大家做讲解啊。今天我们就暂时不讲这个东西。好，再往下导航分类的模式可以只显示顶级分类跟次级分类，也可以只显示顶级分类，都可以，这是导航的部分。其他这个就是一个所有的这个章程的也是字面意义哈，是不是开启首页的可视化然后这个文章的类型也是一样，调用文章哈。好，那其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字面意义。好，都是一个字面意义，可以我们就点击确定就可以提交了。再来，这是所有这个系统平台里面 logo 的设置，但因为我们的每一个 logo 的页面不太相同所以它所需要的格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后面有备注的关于这个尺寸大小的部分，大家可以在这里使用这个尺寸大小，来请你们的美工来设置这样的一个像素，然后上传上来就可以了。那老师比较懒，老师就随便先用了同样的这个像素，你会发现如果太大的话，它可能页面会被撑开哦。那好了以后，你只要点击确定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整个系统设置的部分应该都讲完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课程再做反复的练习。如果有不懂一样，可以写邮件给老师，老师再给你做另外的1对1解答。好，今天非常感谢你们收看国际商学院商城系统总后台操作与使用的平台设置篇，谢谢你们，再见，拜拜。